却被爸爸连哄带骗留在了这个世界。可才2年，我爸就厌倦了一世一双人，甚至觉得妈妈所谓的穿越都是骗人的。直到他亲眼看见妈妈消失在他面前，他发了疯似的找寻奇人异事，只为找到和妈妈再见的机会。但他却不知道，妈妈临死前留给我一条能穿越时空的项链，那是通往妈妈世界的钥匙。我攥紧项链，玩笑似的和男友说，如果有一天你背叛我，变得和我爸一样处处留情，那我就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，让你永远也找不到我。顾燕慈吓得连忙抱着我发誓，西西你放心，我此生绝不负你。那时我以为我们会永远幸福到老，我们从校服到婚纱，所有人都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可他的宠爱只坚持到婚后第2年，回家时顾燕慈身上总带着陌生的香水味，领口偶尔还蹭着刺眼的口红印。我质问他，男人却只是漫不经心笑道，逢场作戏而已，这个圈子就是这样，等我玩够了就回来跟你好好过日子。我哭过闹过，甚至砸碎了他送我的所有东西，可他从来不改。直到今天，他为了柳如烟一句莫须有的诬陷，亲手害嘎了我们的狗，扬了我母亲的骨灰，甚至逼着我将妈妈留给我唯一的遗物送给柳如烟时，我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彻底心死。我死死护住项链，泪流满脸。顾燕慈，求你了，你知道这项链对我多重要的。可男人却皱眉打断，你拿了如烟母亲的遗物不肯还，如今他拿你母亲的遗物倒也公平。闻言，柳如烟伸手就要抢，就在他手指即将碰到项链时，我耳边恍惚响起母亲临终前虚弱却温柔的声音，西西，妈妈其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妈妈只是来完成攻略任务，却为了你爸留了下来。既然他负了我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别伤心，妈妈只是回家了，我把这条项链留给你，如果你想妈妈了就捏碎它，召唤出系统来我的世界。既然顾燕慈先负我，那我也不要她了。我忽然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捏碎了那条项链，蓝光闪过，顾燕慈满目震惊，你疯了？我却释然的笑了，我没拿她的东西，更不可能把妈妈的遗物给她。男人眼神一冷，刚要发作，管家突然着急忙慌跑过来，顾总，找到柳小姐的项链了，在她自己的床底下。柳如烟脸色骤变，而后很快恢复惊喜模样。天哪，真的吗？哦，我太粗心了，我去看看。说着提着裙摆小跑出去。男人眉头紧锁，沉默片刻，才硬邦邦丢下一句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说完他转身离开，背影决绝。我瘫坐在地上，脑海中突然响起冰冷的机械音，系统激活成功，宿主可使用1次，许愿权限是否立即使用。我望着顾燕慈远离的方向，缓缓闭上双眼，使用，我要去到妈妈的世界。指令确认，系统声音毫无起伏，时空通道需要7天搭建，请做好准备，只要再坚持7天我就能离开了。想到这，我撑着墙壁缓缓起身，踉跄着出门，找到了可可已经了无声息的尸体。对不起，我跪在血泊里，颤抖着手指抚过小狗冰冷的身体，猪大的眼泪砸落，我徒手挖着坚硬的土地，指甲断裂了也浑然不觉，直到挖出一个足够深的坑，才小心翼翼将它放进去。下辈子别遇到我这样的主人了。没有墓碑，只有一个小小的土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碰到了顾燕慈，她站在花园里，依旧是那副金贵优雅的模样。西西还在生气，我没说话，绕过她就想走。男人一把拉住我的手腕，如烟身世凄苦，她母亲早逝，只留下那条项链，就像你妈妈去世时一样，你那时也很难过，是我陪着你走出来的，不是吗？我会重新买个一模一样的狗陪给你，你妈妈的骨灰我也会让人重新安葬，你还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我却猛地甩开他，眼底一片血红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和你离婚，成全你们。顾燕慈脸色骤变，我说了离婚不可能。话音刚落，厨房突然传来保姆的惊呼，柳小姐您别熬汤了，小心烫到。顾燕慈脸色一变，立刻松开我，大步朝厨房走去。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，突然笑了，连熬个汤都能紧张成这样，这就是她口中的玩玩，不过是想左拥白月光右抱朱砂痣罢了。但这次我会让白月光消失，永远成为扎在她心上最深最痛的那根刺。晚上，柳如烟端着一碗汤来到我房间，西西姐，我是来道歉的，之前贻误的是误会你了。我冷冷打断，这里没别人，你不用演。柳如烟的笑容瞬间消失，她走进来，反手关上门，语气讥讽，林夕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退位？安燕她现在满心满眼都是我，我要是你早就滚了。我平静地看着她，我走不走跟你没关系，你心里清楚。顾燕慈现在能为了你做出这些事，以后也能为了别人把你踩进泥里。你气得柳如烟猛地扬起手，可就在她即将扇下去的瞬间，走廊上突然传来脚步声，柳如烟脸色骤变，眼底的狠毒瞬间被柔弱取代，她猛地后退一步，反手将滚烫的汤泼在自己身上。啊！她痛呼一声，跌坐在地。西西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房门被猛地推开，顾燕慈大步冲进来，一眼就看到柳如烟狼狈地跌坐在地上，身上被烫红了一大片，而我站在她面前，神色冷漠。你在干什么？顾燕慈一把推开我，力道大的让我后背重重撞在墙上。她俯身将柳如烟心疼地扶起，转头看向我时，怒火快溢了出来。如烟都道歉了，我也说了会补偿你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简直无法无天！她一把拽住我的手腕，来人，让她去禁闭室好好反省。顾燕慈，你信他不信我？男人冷笑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想狡辩？我忽然笑了，笑得眼泪都溢出来。好，真好。我任由保镖拖着自己往外走，经过顾燕慈身边时轻声道，顾燕慈，你记住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关我。男人眉头一皱，还没反应过来我话里的意思，就已经被带了出去。室内漆黑一片，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。我蜷缩在角落，双手紧紧环抱住膝盖，指甲几乎要嵌入皮肉里。我有幽闭恐惧症，顾燕慈是知道的。以前我连电梯都不敢一个人坐，每次都要他牵着手，低声哄着才能勉强忍受。而现在他亲手把我推进这连窗户都没有的房子，胸口像是压了一块巨石，闷得我几乎窒息，冷汗浸湿了后背，指尖不受控制的发抖。可我却死死咬着唇，不肯求饶。我不会再向他低头了。房门被打开时，已经是第2天傍晚。再有下次，绝不会这么轻拿轻放。顾燕慈站在门口，声音冷得像冰。我扶着墙踉跄着起身，脸色苍白的近乎透明。我抬头看向他，唇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，解释争辩没必要了。
了，别再和我闹了。刚好今天有个拍卖会，顾燕慈整理着袖口，我带你和如烟去，你趁机和他缓和关系。这几个月我希望你们和平共处，和平共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我不想去，可被关了一天一夜，浑身无力，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，就被他强硬的塞进车里。来到拍卖场，一件件珠宝古董被顾燕慈拍下，全部送到了柳如烟手里。女人依偎在顾燕慈怀里，笑得娇羞，时不时挑衅的瞥我一眼。对此我面无表情，仿佛事不关己。中途柳如烟突然离场，说是去洗手间，顾燕慈也去了拍卖台付款。我刚要拿着包离开，男人的保镖却突然气势汹汹地走过来，一把拽起我。夫人，顾总请您过去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带到了一个包厢里。门一开就看到柳如烟窝在顾燕慈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看到我被带来后，她颤抖着起身冲过来，狠狠给了我一耳光。西西姐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柳如烟哭得撕心裂肺。那些人说是你指使的，你怎么能这么狠毒？我脸颊火辣辣的疼，却更困惑。你在说什么？顾燕慈眼神冰冷地看着我。如烟刚才在走廊被人抓走，差点被凌辱。那些人亲口说是你指使的。林夕，我都说了我爱的人是你，你为什么非要跟如烟过不去？我瞳孔骤缩，我没有，还狡辩。男人怒极反笑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做小动作，那就让你自己尝尝后果，看你还敢不敢胡作非为。他转头对保镖下令，把他送到拍卖台，当场拍卖，价高者得。我浑身血液瞬间凝固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顾燕慈，你疯了啊！可男人已经搂着柳如烟离开，连一个眼神都没再给我。我被强行带上台，像件商品一样被展示给所有人。接下来拍卖的是，主持人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一个特殊的商品，只要将它拍下，让他做什么都可以。台下哄笑一片，无数恶心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最终，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以1000万的价格拍下。男人拽着我的手腕，迫不及待地往楼上房间拖。我拼命挣扎，却被来了一记小拳拳，顿时头晕眼花，视线模糊。装什么清高？顾总都不要你了，还不如跟了我。我眼前发黑，再也没了反抗的力气。危险之际，房门被猛地踹开，顾燕慈冷冷站在门口，身后跟着一群保镖。男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按倒在地。顾燕慈大步走到我面前，脱下西装裹住我。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却眼前一黑，彻底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额头缠着纱布，浑身疼得像被碾碎重组。顾燕慈坐在床边，见我醒了，眉头微松。西西，你终于醒了。我闭上眼不想看他。男人沉默片刻，开口道：你分明知道我不会真的把你送给别人，这次只是想给你个教训，没想到你反应这么激烈。他伸手想碰我的脸，却被我嫌恶躲开。知道错了吗？他问。我睁开眼，空洞地看着天花板，声音轻得像叹息。知错了，错在和你在一起，错在嫁给你，更错在不该相信你会永远爱我。我转过头，平静地看着他。顾燕慈，我们离吧。听我再次提离的事情。他一把扣住我手腕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骨头。绝不可能。顾燕慈猛地起身，居高临下瞪着我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怎么可能舍得离？别说这种气话。我闭上眼睛，不再看他。男人胸口剧烈起伏，半晌才压下怒火，放软语气。西西，我说过很多次我爱的是你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等我腻了，自然就会回来，你就忍忍不行吗？他低头想吻我的额头，却被我偏头躲开。顾燕慈僵了一瞬，随即直起身。我知道你只是在气头上。总而言之，离的事不准再提。这段时间你好好休息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大概是为了补偿。顾燕慈破天荒的一直陪在病房，她亲自给我喂水喂药。这天中午，她正端着汤，小心翼翼吹凉了喂我。小心烫。她语气温柔，仿佛又变回了从前那个满眼都是我的少年。我垂眸机械的张嘴，突然她手机响了，刚一接通，电话那头就传来柳如烟带着哭腔的声音：阿燕，我好像怀孕了。她瓷碗从顾燕慈手中滑落，滚烫的汤全洒在我手背上。可电话那头柳如烟的哭声越来越大。阿燕怎么办？第一次怀孕，我好害怕。顾燕慈眼神挣扎了一瞬，最终还是直起身，匆匆按了呼叫铃，对赶来的护士丢下一句处理一下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病房。我看着自己红肿的手背，忽然笑了。护士手忙脚乱地拿来药膏，我忍着痛，听到走廊上2个护士推着药车经过，兴奋地低声交谈。听说了吗？ VIP 楼层全封闭了，就为了给那个刘小姐做检查，真羡慕啊！我刚才上去送药，看到顾总紧张的不得了，一直问医生孩子健不健康，我的心脏骤然一缩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也曾怀过一个孩子，那时候顾燕慈树敌太多，我被人绑了，虽然最后被救了回来，孩子却没了。我还记得当时顾燕慈红着眼睛跪在病床前，一遍遍说着对不起。可后来呢？愧疚变成了疏远，最后演变成他让别的女人有了他的仔仔。直到深夜，顾燕慈才回到病房，我背对着门，听见他轻手轻脚地走进，在床边坐下，嘻嘻，他声音有些沙哑。如烟确实怀孕了。沉默在病房里蔓延，他顿了顿，像是在斟酌用词。我打算把这个孩子留下来，正好如烟和你长得有几分相似，等孩子生下，说不定也会有一点像你，到时候我们一起抚养他。我猛地转过身，眼底一片血红。不要，顾燕慈，我声音发抖。与其我们3个一起抚养仔仔，不如我们离，你和柳如烟结婚。顾燕慈脸色骤变，我说了我不可能离。话音刚落，她手机又响了，柳如烟带着哭腔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：阿燕，我肚子好疼。她神色一变，立马匆匆起身，临走前又回头看了我一眼。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，你不要闹脾气了，我爱的是你，谁都动摇不了你的地位。门关上的瞬间，我的眼泪终于落下来。他爱我，可伤我最深的也是他，他的爱我再也不敢信了。3天后，我和柳如烟同时出院。回到家后，顾燕慈对柳如烟的照顾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。我冷眼
旁观始终沉默。这天吃早餐时，女人突然提议：“阿燕，我们去露营吧，整天闷在家里对宝宝不好。”她说着，意有所指地看了我一眼。西西姐也一起去吧，人多热闹。我刚要拒绝，顾燕慈已经点头。好，一起去。露营地选在一处山崖边，顾燕慈去车上拿帐篷，我和柳如烟站在崖边等她。林夕，我可真佩服你啊，都这样了还不走。柳如烟突然开口，语带着讥讽，难道还在等阿燕回心转意？我懒得理她，转身想离开。柳如烟却一把拽住我的手腕，声音阴冷：“既然你下不了决定，那我就帮你一把。”话音未落，她猛地用力一推，我脚下一空，整个人向后仰去。啊！失重的瞬间，我看到柳如烟站在崖边，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。再醒来时，眼前是刺眼的白。曾说爱我的男人出手保下了柳如烟，他率先出声：“如烟不是故意的。”你掉下山崖后，他也吓得不行，差点动了胎气。不是故意的。我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我想起从前那个因为我手指破皮就紧张的不行的顾燕慈，那个半夜背着我跑3条街去医院的顾燕慈。如今我差点命都没了，他却在这里为罪魁祸首开脱。西西，再忍忍。顾燕慈放软了语气，等孩子生下来我就忍不了。我打断他：3天后一切都结束了。顾燕慈一怔：什么3天？我别过脸去，不再说话。恰在此时，他手机响了。男人看了眼来电显示，犹豫片刻，还是站起身。如烟身边离不得人，我不能在这久留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派护工来照顾。说完，他径直转身离开。我只在医院住了1天，便办了出院手续。回到别墅时，天色已经暗了。站在卧室中央，环顾四周，这个曾装满甜蜜回忆的地方，如今却像一座冰冷的牢笼。我将有关于我们的一切全部收拾了出来，拉到院子里，付之一炬。你在干什么？顾燕慈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。他冲过来，下意识伸手想去抢救那些燃烧的东西，但为时已晚。火焰吞噬了最后一张照片，那是我们婚礼上的合影，烧掉一些没用的东西而已。我站起身，语气平静。男人眼底闪过一丝怒意：你爱烧就烧吧，大不了以后再照。他顿了顿，语气强硬：但这个孩子我必须留下来，你别再闹脾气了，大度一点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连一句多余的解释都没有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轻轻扯了扯嘴角。接下来我如他所愿，表现得格外大度。顾燕慈带着柳如烟去买婴儿用品，我不哭不闹地等着。他们2人天天恩爱，我就站在床边看着。起初顾燕慈还很震惊，甚至有些不安。她习惯了我的愤怒委屈，每一次被伤害后的崩溃质问。可如今我这样平静，反而让她心里没底。但很快她又释然了，或许是我终于想通了，这样也好。她心想，等孩子生下来，叛逆了柳如烟，一切就能回到正轨。我却不知她所想，一直等啊等，终于等到了离开的那天。夜幕降临，我坐在房间里，心跳快得几乎要冲出胸膛。系统还要多久？时空通道将在10分钟后开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指尖发抖，终于可以离开这个让我心碎的世界了。然而，就在我等待系统开启通道时，突然闻到一阵刺鼻的烟味。推开门一看，我瞳孔骤缩，整个别墅都陷入了火海，浓烟滚滚而来，而柳如烟正站在火焰中，对我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我顿时明白，这一切都是他干的。疯子，我马上就要离开了，不能把命丢在这里。我转身往外跑，却被柳如烟一把拽住。我真是弄不懂你。柳如烟死死掐着我的手腕，眼底满是扭曲的嫉恨。阿燕都这样厌烦你了，你居然还不肯离开他？你就这么爱他？我猛地甩开他的手，你给我弄清楚，不是我不肯离开，而是顾燕慈不肯离婚。不可能！柳如烟尖叫道，他爱的是我。火势越来越大，浓烟呛得我呼吸困难。我踉跄着想要逃离，却被倒塌的家具挡住了去路。既然你不信，柳如烟的声音渐渐模糊，那我就让你看清楚，在阿燕心里，到底谁更重要？浓烟里，我意识开始涣散，最终倒在了火海中。朦胧中，我听到顾燕慈焦急的呼喊：如烟，西西。我勉强睁开眼，看到顾燕慈快步冲进火场的身影。她环顾四周，目光在我和柳如烟之间停留了1秒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抱起了柳如烟，转身离去。我的心彻底冷了，原来这就是他的选择。就在我即将失去意识时，男人竟然又冲了回来。西西，他一把抱起我，冲出火海。别墅外，救火声响彻夜空。顾燕慈将我们放在安全的地方，立刻叫来保镖，给我去查别墅为什么会失火。话音刚落，柳如烟突然啜泣了起来。阿燕，我不能再为西西姐遮掩了。她抽泣着指向我，正是西西姐放的，她想害嘎我和孩子。顾燕慈猛地转身，眼底翻涌的怒火几乎要将我灼穿。林夕，原来你之前说的3天就结束是这个意思。我浑身一颤，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直窜上脊背。我死死盯着顾燕慈的眼睛，那里面盛满的愤怒与不信任，像刀子一样剜着我的心。为什么他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次次都选择相信柳如烟拙劣的谎言？不是我放的。我一字一顿道，如果我真想害这个崽崽。话音未落，我猛地抬腿，用尽全力踹向柳如烟。啊！对方惨叫一声，跌坐在地。我会直接一脚弄嘎。顾燕慈一把掐住我的手腕，眼里是愤恨的光。林夕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？恶毒！我看着他笑得心脏发疼。到底是我变得恶毒，还是他变了？变得再也不是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顾燕慈了。来人！男人厉声喝道，把夫人给我。叮！时空通道已开启，系统的声音突然在我脑海中响起。宿主只需身死，即可前往母亲的世界。我瞳孔猛地收缩，缓缓抬头，看向顾燕慈的眼神是前所未有的平静。顾燕慈，你不用叫人惩罚我了。我轻声道，因为我很快就会彻底消失在你的世界。顾燕慈一怔，什么？我不忍了，我给你们让位。我后退一步，嘴角勾起一抹决绝的笑。从今往
往后你就和你的柳如烟好好在一起吧。说完，在顾燕慈的注视下，我转身冲向身后滔天的火海。1秒，轰！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，炽热的火浪瞬间将我吞没。嘻嘻，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，我看到顾燕慈疯了一样想冲进火里，却被保镖死死拉住。她的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惊恐与绝望。真好，顾燕慈，这一次终于轮到你尝尝心碎的滋味了。顾先生，请您冷静点，火场危险，您不能进去。可他却不管不顾，仍旧一心往前冲着，双眼猩红，声音嘶哑：“我的妻子还在里面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”顾燕慈从没想过事态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，毕竟柳如烟也不是最近才被他带回家，他只是肆无忌惮，以为我绝不会离开他而已。毕竟我那么爱他，我们之间有长达数十年的感情，我怎么会舍得丢下他离开？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早就没有家人，只有他了。可刚刚我就那样决绝地走进火场，甚至不曾回头。可是为什么？不是说好了等到孩子生下来，他就会收心回到我身边？到那时我们有了孩子，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我们再好好的一起过日子。为什么要这么绝情地离开他？汹涌的热浪灼烧着他的心脏，抽痛感不断传来。看着快熄灭的火情，他只能不断在心中祈祷：万一呢？我只是受了伤还没嘎。可这个念头没有持续太久，很快一具烧焦的被抬了出来，手臂上还有清晰的疤痕。那是3年前他们出车祸时，我下意识扑到他身上，挡住了碎裂的玻璃，手上因此留下没办法抹去的伤疤。等灭完火，众人有序离开。阿燕，你别太伤心了，你还有我，还有我们的孩子呢。柳如烟脸没藏住自己的欣喜，面上一副温柔小意安慰着顾燕慈。她的声音在男人耳畔响起，轰然的嗡鸣声像是终于找到了宣泄口。顾燕慈转身看向他，就在柳如烟以为要迎接无人阻挡的富贵生活时，却没想到下一秒脖梗处就传来窒息感。他满目慌张，伸手开始抓挠，男人却自顾自的收力，直到他面色涨红，奄奄一息，顾燕慈才终于松了手，望着那个满眼恨意、居高临下看着自己的人，柳如烟只觉无比陌生，不该这样的。明明他的所作所为都在向世人宣告他爱他，为什么？他嗓音沙哑，带着哭腔，都是因为你，一定是因为你，西西一定是生气我先救了你，所以才会这样惩罚我。如果没有你，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，西西就不会嘎。柳如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张了张口想说些什么，眼前却骤然一黑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但最后他还是没把柳如烟怎样，只是将人送去了医院，不许他随意离开，确保他能够将这个孩子生下来。回到家后，他才感受到手臂处传来的痛意，不知何时他的手臂都已伤痕累累。顾燕慈记起这是他下意识想拉回我时被火焰余波伤到的，这样就已经足够痛苦。那我呢？我可是直面了火焰的冲击波。他依稀记得我是最怕疼的，他还说过，西西，以后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任何伤，会一辈子对你好，此生我绝不负你。可他终究还是负了我，也弄丢了我。当初车祸时我用了多大的勇气保护他，如今就用了更多的勇气离开他。而本以为会得到富贵生活的柳如烟，却待在房内进出不得，整个人也变得憔悴不堪。直到郁郁难产时才见到顾燕慈，他终于明白这段时间对他不管不问，让他失去自由全是为了林夕报复他。眼泪顺着眼角滑落，肚子也痛到抽搐。看见你这样，西西应该很满意才是。过去顾家总以林夕不能有孕，而顾家需要一个继承人为由逼他和我离婚，他当然不愿意接受。当初本就是他没有保护好我，才导致了他们崽崽的离开。林夕更是因此再也没办法有孕，从头到尾都是他对不起他，他怎么能因为一个孩子就背叛他呢？那时顾燕慈眼中的世界只有我一个人，可那样的时光终究太短暂。这本就是你欠西西的，如果不是你，西西不会与我离心；如果没有你，西西就不会死。这样的答案荒唐到让柳如烟觉得可笑，她强忍着腹痛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。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？你若是真的爱他，就不该来找我，更不该在我们一次次起争执的时候偏帮我，又带上了几分恶意。要说伤害，其实伤他最重的就是你顾燕慈。哦，对了，顾燕慈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过去这段时间里，很多事情都是假的，他从没有主动伤害过我，不过是我逼走他用的手段罢了。其实那些诬陷随便查一查就能清楚，是你自己没查证，就直接相信我的话，所以要论起来，你才是那个罪魁祸首。他的话每说一句，男人脸色就苍白一分，说到最后他的脸色已然变得惨白。你说什么？他从没主动伤害过你？这个消息炸得他头晕目眩，险些站立不住。柳如烟看着他皲裂的表情，却只觉得畅快。他大笑着，还觉得不够继续火上浇油。是啊，他林大小姐从始至终的矛头都对准了你，从始至终他恨的人也是你，是你背叛了他，也是你一次次不信任他，伤害他，才会走到如今的地步。你闭嘴！顾燕慈终于再也忍不住，怒吼出声打断了他的话。他转身朝着病房外离开，背影中还透露着几分落荒而逃。忽然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将柳如烟混沌的意识拉回，他低头看去，曾经他满怀希望出生的崽崽，如今看着他就提醒着他这段痛苦的日子。柳如烟绝望地闭上双眼，慢慢没了声息。这边一阵头晕目眩后，我终于睁开了眼睛，模糊的世界渐渐变得清晰。我坐起身，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又想不起来自己到底做了个什么梦。西西，你醒了吗？女人轻柔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我晃了晃脑袋，将脑海中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全部甩了出去，随后应了一声：妈妈，我醒了。我掀开被子起身，走到镜子前，看向镜中的自己，肌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稚嫩的脸庞看上去才刚大学毕业的年纪，让我眼熟却又有些陌生。等林母进来，就看见我对着镜子发呆的样子，不由有些好笑。知道我们家西西长得好看，但这怎么还看着自己看到发呆了？闻言，我不由小脸一红，连忙摇头否认，可能是昨晚没睡好吧，感觉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刚刚只是在想那个梦境而已。好在林母也没纠结这件事，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，眼中满是慈爱与心疼。好了，今天有客人来，待会招待完客人，你就再回来休息一会儿。客人听到这句话，我眼中闪过疑惑，在记忆中翻找片刻，还是没能找到关于客人的记忆。林母对此也不意外，笑着解释起来：你忘了，你爸爸今天约了跟你和叔叔见面，他儿子也会一起过来，你还记得他儿子吗？我仍旧摇了摇头，我一猜
就知道你记不得了。他叫贺衍周，你小时候最喜欢缠着他了，可能是因为你那时候太小了，所以现在都不记得了吧？妈妈甚至贴心的为我准备好理由，我便没有多想。见我准备去洗漱，妈妈起身走出房间，把空间留给我。房门关上的瞬间，子音便在林母脑海中响起。系统19号上线，正在交接任务，奖励兑换完成。第2任宿主我已成功转移到现实世界，并抹去任务世界的所有记忆。宿主这次离开就是真的再见了。林母点点头，小声回了句再见。时隔多年，再次听到系统的声音，他还是有些感慨。当年他在现实世界遭遇车祸，灵魂被系统带去任务世界，说只要完成攻略任务，就可以帮他以健康的躯体回到现实世界，还许给了他一个愿望：攻略对象很难攻克，即便他付出了所有，也没能捂热攻略对象的心，甚至还落了个遍体鳞伤的下场。但好在生命终结前，他总算还是完成了攻略任务。只是那时他已经生下了女儿。脱离世界时，系统问他有什么愿望。最初他想过要财富或是幸福家庭，可看着懵懂无知的女儿，还是选择了把这个愿望留给我。但我与林母不同，我生于长于任务世界，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在那里。穿越时空需要很大的勇气与决心，若非受到了天大的委屈或是迫不得已，又有谁愿意放弃生长世界的一切，去一个完全陌生、从未接触过的，甚至并不知道是否真实存在的世界呢？所以那时，林母除了为女儿争取到一个来她世界的机会外，还争取到一点：若有朝一日我唤醒了系统穿越时空，穿越后系统会替我抹除掉任务世界的所有记忆。你的记忆里突然多出了一个女儿时，他就知道是他的西西过来了。知道女儿受了委屈，怎么能不心疼呢？但是没关系，从今往后有他护着，他不会再让女儿受半点委屈。房间里，我快速洗漱完就下了楼。客厅里除了父母还有2个人，见我下楼，爸爸便先给我介绍起来：西西，这是你贺叔叔，那是贺衍周，快叫人。我闻言看向那2人，也没有扭捏，各叫了一声。一番寒暄后，难免提到学业、感情和工作。听贺父问起男朋友的事，我有些不自在的摇了摇头。父亲帮着打起了哈哈。西西还小，感情的事不着急。闻言，贺父也点了点头，是不能着急，可得好好选选。不过说起来，还记得小时候西西就很喜欢跟在衍周身后，还说要给衍周当新娘子呢。小时候的糗事被骤然翻出重提，我忍不住有些红了脸。贺衍周闻言也轻咳了几声，侧目看了贺父一眼，随即又看向一旁的我。我刚回国，对附近都有些不太熟悉了，不如西西陪我出去走走。我也被几个长辈的轰炸轰得坐不下去。此刻听到贺衍周的话，忙不迭点了头。父母和贺府对此也乐见其成。去吧去吧。2人前后走出客厅，贺衍周回头看了眼我仍还通红的耳垂，抿了抿唇。你不用把我爸刚刚说的话放在心上，长辈之间互相开个玩笑而已。我点了点头应道，我知道的，也是青梅竹马都躲不过这一关。处时还渐渐想起来了一些小时候的事，便更加自然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顾燕慈处理完柳如烟的后事，又一次回到了那栋曾和我一起住过的别墅里。焚烧的痕迹仍旧明显，他漫步走进早就已不复从前的房子，眼尾又不自觉泛起红意。柳如烟的话如同梦魇般始终缠着他，让他连续几个月都没能睡好，只要闭眼就全是我怨恨质问的模样。顾燕慈重新躺在主卧的床上，因为早就被烧过，被褥都显得有些隔人，但他却睡得十分香甜。隐隐绰绰间，他感觉自己做了个梦，梦里他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，一个他从没听说过的世界。街道上人潮汹涌，来来往往，他被过往人群推搡着向前走，茫然无措，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何处。他试图找人询问，却发现似乎没有人能看得见他，他只能漫无目的的在街上游荡，直到他忽然看见了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。西西，顾燕慈下意识叫出了声，前面的人却丝毫没有反应。他慌忙穿过人群去追，可追上时却发现他的身边已经有了另外一个男人。那我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牌子的甜筒了。贺衍周把手中的甜筒递给我，果然看见我突然亮起的双眼。谢谢衍周哥，衍周哥。顾燕慈听到这个称呼，脑子却突然炸开了，他脸上满是怒容，就要上手去抓我的手腕。他是谁？叫得这么亲密，可下一秒他的手就直接抓了个空。顾燕慈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手，这才想起来自己如今是在做梦。对啊，做梦，这些都是假的。我爱的人是他，又怎么会和其他人那么亲近？想到这儿，他终于长舒一口气，可转头看到已经并肩离开的我和贺衍周，心中又开始不是滋味起来。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？为什么会梦到西西和别人在一起？这一切究竟是真的，还是西西想告诉他，他不爱他了，他要离开他了？不，一定不是这样的。他不敢相信，也不愿相信。就在他犹豫顾疑之际，前面的2人的对话又传了过来。西西，当初2家提起婚约，你说想先去外面进修设计，不想那么快订婚结婚。如今你也算是学有所成回来了，你之后还有什么打算吗？贺衍周看着拿着甜筒的我，犹豫了许久，还是将这个问题问了出来。时隔3年，再次听到婚约这2个字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当年父母提起婚约提得太过仓促，我与贺衍周接触了一段时间后，还是没办法接受自己才刚毕业就要急着订婚，于是在收到大洋彼岸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就选择了与贺衍周摊牌。我想继续进修，不想这么快订婚。好在贺衍周听我这么说，并没有反对，为了让父母能更放心让我去做自己的事，干脆也跟着一起来到了这边，陪着我在这边待了3年。时间下来，哪怕只是最简单的邻居，也能将关系从陌生人拉近到好友程度，更何况他对我的照顾绝不仅限于邻居的关系。衍周哥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我踢着脚边的石子往前走着。衍周哥这么优秀的人，贺家也是数1数2的豪门，按理来说你应该不缺结婚对象才对，为什么会愿意一直等着我？因为我喜欢的人只有你。贺衍周毫不遮掩回答，堪称直白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，眼中的温柔始终不曾变过。我被他的直白惊得呆愣在原地。这个答案有这么难以置信吗？我抿唇犹豫许久，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男人在开口时，耳间竟泛起了淡淡的粉色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。我仍旧愣愣地看着他。说实话，我并不怎么相信一见钟情，但此刻看着贺衍周的眼睛，我好像能感受到他是认真的。于我而言，如果一定要结婚的话，贺衍周本就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他足够尊重我，也总以最大的包容度去支持我的想法。比起一个不熟悉的丈夫，我更愿意这个人是贺衍周。谁都没有看见，在我动摇的那一刻，两人身旁的顾燕慈几乎快要炸开了，她双眼猩红，目眦欲裂。西西，不可以，你是我的，你怎么能跟别人结婚？西西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和柳如烟纠缠不清，你怎么惩罚我都好，可你怎么能答应和别人在一起？想分开两人之间的距离，想挡住贺衍周看我的眼神，可似乎从见到我的那一刻起，就成了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的灵魂。除了看着他思念了许久的我与旁人越走越近，其他什么都做不了。那一刻，顾燕慈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么无能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想法太过强烈，我忽然感觉到有股视线一直死死盯着自己。我偏头看向视线投来的方向，隐约间仿佛看到一个黑影，但不过眨眼便又什么都没有了。怎么啦？见我这样，贺衍周也跟着我的视线看了过去，可那边除了走走停停的人群，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太阳日渐西沉，我按捺下心中的疑惑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。没什么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贺衍周也没有多想，点了点头，两道身影相伴着远去。顾燕慈下意识还想追，却莫名感受到一股难以抗拒的拉力，不断拉扯着他向后退去。他满心不甘，拼尽全力要向前追着，可最后还是只能看着他们的背影越来越远，亲眼看着自己最爱的人与旁人喜结连理是一种怎样的感受？从前的顾燕慈不知道，而此刻他从梦中惊醒过来，胸膛剧烈起伏，豆大的汗水从他额角滑落，眼前渐渐变得清晰，但脑海仍回荡着刚刚梦境中的一切，心脏处依旧的痛着，猩红的眼尾蓦地落下一滴泪来。他将最爱的人娶回了家，却从不懂得珍惜，还仗着我的爱意肆无忌惮地伤害我，带着别人回了家。那时候的他，见到我时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跟他只是玩玩而已，等我玩腻了，自然就会回来了。西西要听话。他冷眼旁观着那个从前爱笑的，总是积极向上的我，一点一点的改变，变得歇斯底里，变得沉默寡言。如今他也体会到了我曾经的痛苦，却再也无力挽救。很快，我回到了家，回到这边来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和贺衍周的订婚宴。两大世家一同筹办的订婚宴可以说是极尽奢华。我穿着一身精致的绸缎礼服，整个人优雅的如同一只白天鹅，拎起裙摆在贺衍周面前转了一圈，嘴角带笑看着他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他深邃的眸光落在我身上，几乎快要舍不得离开。我抬头挽住他的手臂，眼中带上了几分戏谑。走吧，该出场了。我的未婚夫，未婚夫三个字让贺衍周心底痒痒的。他按捺下心脏处砰砰砰的跳动声，轻咳了2声，挽着我朝外走。宴会厅内，两家父母都笑盈盈地招待着宾客。看着这热闹的一幕，我忽然有些恍惚，脑海中时不时总会蹦出一些记忆来。记忆中的画面与现实重叠，却又不太一样。不同之处便在于，每回忆起那些场景时，心中都会升起一股强烈的抗拒之意。可我看着贺衍周时，并没有这样的感觉。之后我也会想，我是不是真的忘记了什么？不过我并没有去找寻记忆的打算，毕竟那些记忆带给我的感觉并不好。忘记了就说明他不该被记起。我很满意现在的一切，也没打算改变。而这边的顾燕慈发现自己好像出现了幻觉。自那日梦醒过后，他脑子里突然多出了一个东西，它没有实体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光团，平时就安安静静地待在他的脑海中。他心中疑惑，却又忍不住默默祈祷，倘若真的是他出现了幻觉，那能不能再让他见一见我？但光团没有任何动静，顾燕慈便将这件事抛在脑后，每天仍旧如往常一样去工作祭拜。直到这天，他突然发现自己脑中多出了一道光幕，光幕里人影攒动，唯有一个人始终在画面的正中央，那张脸正是我。他心中一喜，视线紧紧盯着我，生怕看漏了一眼。可看清时，心中一愣，那张脸确实与前段时间梦里的我一模一样。可为什么我会突然变得年轻？还不等他细想，顾燕慈眼前突然一黑，整个人就直接重重倒了下去。等他再恢复意识时，就发现自己来到一个虚无空间里，四周都是白茫茫一片，而空间正中央有一个白色云雾堆积而成的台柱，台柱上放着一本书。他一步一步朝着台柱走近，那本书也渐渐映入了他的眼帘，入目便只有几个大字：过往宿主名单记录。翻开，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了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平，而最新一页的记录上，赫然写着一个他无比熟悉的名字——林夕。那一刻，顾燕慈听见了自己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动声，忐忑中又带着隐匿的激动。他接着往下看去，将那短短几行字收入眼中：非任务者，契机，继承唤醒，日期5月18日，用途肉身嘎亡后灵魂脱离世界，转送入母亲的世界。顾燕慈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唤醒日期，5月18日。那天发生了什么来着？他在记忆中疯狂翻找，猛然想起那天他冷脸，命人将当初他送给林夕的那条小狗处理了。为此，林夕满眼是泪，哀求他手下留情。柳如烟却又盯上了他的项链，他不顾林夕的哭喊让人去夺，他却宁愿捏碎那条项链也不愿交出来。原来是那天，从那天开始他就已经注定了没办法留下我。原来后来我说的只能再忍3天，是说还有3天我就要彻底离开他了。可他还以为我在争风吃醋，还以为我绝对不会离开他，还在肆无忌惮地伤害我。西西，是我狂妄自大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还好你还活着。看到最后那一条时，顾燕慈心中又满是复杂。他当然希望我还活着，他还希望自己能够有补偿我的机会。可现在我去了另一个世界，哪怕还活着，也可能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了。他不甘心，到当初的事情是他做错了，可如今柳如烟也去世了，那个孩子他交给了顾家抚养。若是我还在，我们之间就会真正的再无其他阻碍。可顾燕慈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我。猛然间，他从梦中醒来，手里还攥着那本过往宿主名单记录的笔记，告诉着他这一切不是梦。系统是当天晚上找来的。他语气很不好，你今天去过系统空间了？顾燕慈没有回答，小小的光团被他无视的彻底。可即便他不说，系统也知道今天去过系统空间，还动了记录笔记的人就是顾燕慈。系统也想不明白，顾燕慈到底是怎么做到在什么都不知情的情况，灵魂出窍穿越时空去到另一个世界，强行拽回来后，还能趁着他去调查的空隙，顺着
他的痕迹去到了系统空间，拿到了记录笔记。见顾燕慈还是没有理会自己的打算，系统忍不住咬咬牙，抛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诱惑：你将记录笔记还给我，我送你去见林夕。果不其然，他的话音还未落下，顾燕慈就猛地回头看向了那个闪烁的光团。你说真的？真的。光团上下浮动点头，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，就将那本记录笔记拿了出来，却始终不愿松手，眼神死死盯着系统。什么时候开始？你现在将笔记还我，我现在就能为你打开。顿了顿，系统又补充了一句：我自己的力量没办法将你准确投送到正确地点，只能为你打开时空通道。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你都只能一直往前走，否则所有的后果由你自己承担。系统没有告诉顾燕慈，若是失误走入时空乱流，他或许就会死无葬身之处。男人也不在意，他只知道这或许会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我身边的机会。扭曲的时空通道渐渐成型，幽深黑暗的那一段，谁都不知道最后他会走向何方。顾燕慈站起身，走到入口前，抬脚正要踏进去时，又忽然回头看向系统：若我嘎了，能不能将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转换到他的世界，交给他，就当是我对他迟来的歉意。系统抱着失而复得的记录笔记，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，回答得格外随意：可以。现实世界，我和贺衍州的婚礼定在了1个月后。订婚之后，我把自己常用的东西全搬进了贺衍州的别墅，这里的布置显得无比沉闷。这些东西当时都是我随便购置的，要是你有什么喜欢的，你尽管改。说着，他又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黑卡递给我，这个你收着，有什么要买的尽管买。我也没有推辞，弯着眼眸接过了卡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搬进贺衍州的别墅的第2天，我就对家中的家具动了手，丢掉了所有黑色系的家具，换上了浅色系的，又添置了许多绿植，还在院子里装了一个花房，挑了一些喜欢的花草放了进去。不过短短半个月，我就将整个别墅改得大变了样。但一切的欢喜，在所有装修全部置换完毕那天结束。我忽然病倒了，那样突然的倒在了贺衍州的面前，将他吓得够呛。好在送到医院检查过后，发现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这段时间劳累过度所致。但或许是因为许久不曾生病的人突然生病，总会很难痊愈。这次生病一直反反复复，我每日醒了睡，简单吃过一些东西后，没过多久就又会昏昏沉沉的睡过去。而每次从昏睡中醒来，记忆里就会多出一些画面来，那些画面里的焦点全聚焦在一个男人身上。我很想看清那人是谁，可惜时间太过久远，回忆也变得模糊，让我实在难以看清那人究竟是谁。因为怕母亲担心，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别人，只默默将那个人的身影印在了自己脑海里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，我的病情也慢慢好转，虽然偶尔还有记忆冒出，但比之前好了很多，至少不会突然晕倒。很快就到了我和贺衍州婚礼当天，我一袭白色婚纱，裙摆上钻石点缀宛若星辰闪烁，衬得我如同精灵一般。林母坐在一边，看着这一幕泪流满脸，心中更是五味陈杂。我是她的女儿，在这个世界我本该被他们所有人爱着长大，可偏偏我出生在任务世界，而她做任务的那具身体患上绝症，只撑到女儿8岁便撒手人寰。我从镜中看到母亲泛红的眼眶，可此刻当她站在自己的面前时，那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便让我无比笃定，那个突然从我记忆里多出来的人，就是此刻站在自己面前的男人。更准确一点来说，是老爷爷。你到底是谁？我皱了皱眉，眼中还带着几分警惕。从我刚有记忆开始，我的身边就总会出现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人，一身黑衣，远远地站着，看着我所在的方向，目光幽深，从不主动靠近，却又不肯远离。20年多年如一日，直到今天，他才终于主动走上前来，站在了自己面前。我没有从他的身上感受到恶意，只是对他有着一种莫名的从心底油然而生的厌恶感。可他摇了摇头，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浑浊的瞳孔里透露着失落与自嘲。对不起，沙哑的嗓音艰难地吐出3个字。说完，他便没有再停留，拄着拐杖蹒跚着远去。老态龙钟几个字在他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我看着那个背影，总觉得自己该是认识他的，但想了许久，还是没能想起来他的名字。西西，怎么啦？刚刚那是谁啊？贺衍州见我一直望着老人离开的方向，有些好奇地走了过来。我摇了摇头，想不起来便干脆放弃了。不知道，可能是认错人了吧。算了，不管他了，管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好。2个人的身影渐渐远去，老人蹒跚离开的脚步终于停下。他回头看向他们离开的方向，嘴角溢出一抹苦涩的笑。可此刻，当他站在自己的面前时，原来我真的不记得他了。他又看了看自己因为上了年纪而变得皱巴巴的皮肤，又想不记得也好，至少顾燕慈这个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时，至少不是现在这样。我正当芳华，而他老态龙钟，他只是还有些怨恨。上天待他当真不公，若从未给过他希望，就让他以为我已死，让他浑浑噩噩过一辈子也好。既给了他希望，告诉他只要走对了路，他就能再见到我，又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？是他走错了吗？好像是的，在那片乱流空间里，他看见了许多人的一生。他牢牢谨记着系统最后交代他的话，途中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你都只能一直往前走，否则所有的后果由你自己承担。可他偏偏在那片乱流里看见了我，他本就是去寻我的，他以为那就是他的前方，可他走错了。等他穿过乱流，走进那个世界里却没有我，他疯了一般四处寻找，才终于在10年后找到了刚刚出生的我。那一瞬间，他整个人如同被雷劈中的一般，只觉得荒唐无比。那一年他38岁，顾燕慈后悔了，可他回不去自己的世界了，他也没有再重来一次的机会。可他还是不甘心，放弃一切来这一遭，却什么都没能得到。于是他等啊等，想等到他要找的那个我回到这个世界。等到如今，他
他年逾60，等到他和别人结了婚，发现我早就不记得他了。这个世界的我，生命里早就没有顾燕慈这个人的存在了。他喉间溢出几分苦笑，步履蹒跚着离开，走着走着，笑声也越来越大。路过的人被他吓了一跳，皱着眉往他这边看了一眼，便匆匆走远了一些，还不忘拉着身旁的人一起：快走，快走！这就是个疯子，可别被他盯上了。他对那些声音充耳不闻，仍旧自顾自地笑着，直到一口鲜血喷出，眼前一黑，便彻底倒了下去。西西，这就是你对我的惩罚吗？西西，你好狠的心啊，西西。另一边，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，低头一看，是收款的信息。我拿着手机碰了碰身旁的贺衍周，有些不解：你又给我转钱了？还给了这么多，这都上亿了，你是把你所有的资产都给我了吗？闻言，贺衍周也是一愣，凑过来也看了一眼，没有啊，等会我陪你一起去查查吧。款项没有问题，只是汇款方填写的那个名字让我不由有些愣了神。顾燕慈，不认识，听说是提前立的遗嘱，死后当做了遗产。我收下了那笔钱，随后想了想，用那笔钱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，用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也算是让他发挥最后的余晖吧。而我和贺衍周会永远幸福下去。